这几年几乎每个相机厂商都有自己的独门热梗，这佳能的过热、索尼的果冻、富士的高感、尼康的更新速度，导致都不知道是谁做出了像这样的表情包，让我觉得非常生草，但是真的挺有意思的，对吧？但是绝大多数厂商他们都通过更新固件或者推出新的相机，把这些问题也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唯独我们亲爱的松下，这个一直让人诟病的对焦问题，所有摄影人的噩梦，它就是不解决。本来我觉得这问题 GH6 应该肯定解决了，对吧？我把它给了小鱼，我吹得天花乱坠，说这玩意肯定行，但是最终它还是被小鱼给抛弃了，因为它对焦还是不大行。所以当松下的老哥跟我说 S5 Mark II 不仅有反差对焦，而且有了相位对焦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样的。那实话说，我是真的替松下感到开心，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S5 Mark II 的对焦系统，我必须要先从这里开始。那先说结论的话，就是以前的 GH6 或者 S5 或者更早的 SEH， 那是天差地别的区别。S5 Mark II 提升很明显，那只不过你拿来和行业最强大的索尼来相比的话，那确实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这是客观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 S5 Mark II 你在菜单里面打开人眼追焦功能以后，你可以看到人物的焦点被牢牢的锁住了，画面也不会再出现像 GH6 那样的抽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用了。这对于松下来说，这就是何等的不容易。这么多年，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松下对焦框的设计，其实是我觉得所有相机里面最好的。如果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无论是人的面部识别，还是人物的整体识别，都非常的直观，你都可以看到。但是这里我要稍微泼一点冷水 ，S5 Mark II 换上相位对焦之后，好用了吗？是更好用，但是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完美的状态。在相对复杂的画面运动，比如人物快速前后走动，再加上一点遮挡，或者是人物在画面的远处，那它的对焦还是有概率会出现这样的歇逼的情况。就我能感觉到，松下现在明显需要提升的就是各种物体的识别，也就是 AI 识别。别的相机厂商现在动辄就是火车、飞机，各种玩意都给你识别出来了。但这次 S5 Mark II 还是只有人物的眼部追焦，连动物的眼部追焦现在都还是没有的，这有一点遗憾。松下说他们之后会有固件更新来进一步优化它，那我相信松下的承诺。但是在当前你要说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对焦系统，那真的说不上，只能说可用了，但是还是要非常注意，因为它有的时候还是不够聪明。那说完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对焦系统，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看看这段时间用它来拍摄的样片，而且是用自动对焦拍的。参数上 S5 Mark II 用的是索尼的 IMX410 传感器，这个东西其实大家很熟悉，像尼康的 Z6、Z6 Mark II、索尼的 FX9 用的都是这一块传感器。它的素质本身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最高可以录制5952×3698，也就是3:2画幅的 6K 25帧10比特420的画面。那相比17比9，在数像空间上多出了17%左右的画面。那现在越来越多厂商都开始出现了这个 Open Gate 这个全开模式，那高分辨率配上更大的画幅，一方面画面本身的信息更多，那其次你还可以用它来接上变形宽银幕镜头，得到像这样的画面就非常有质感。那松下也是我觉得少有在名品机上面做上完整变形宽银幕功能的厂商，这一点还是挺好的，很专业。那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在 6K 模式之下，它的录制时长现在只有30分钟，而且相比于 GH6 S5 Mark II 现在只有2种编码格式 H265 和 H264， 那没有了 ProRes， 尤其是 6K 的 H265 的素材，如果你的电脑不支持硬件解码，那你后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需要转代理才能够流畅剪辑。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ProRes， 那也不是不行，这时候需要购买价格更高的 S5 Mark II X， 但是它也只是支持通过 USB 或者外录到这个 SSD 里面来实现 ProRes 的录制，所以相对来说没有 GH6 这么方便。那其实到这里吧，我觉得都可以接受，我觉得松下的诚意相当可以，对吧？你看相比 HM4 给的东西也不少，挺有货的。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是在 4K 模式之下，相比 S5 Mark II 是几乎没有任何升级的。现在全画模式之下依然只能拍摄 4K 25帧，没有全画幅的 4K 50帧。哎呀，这就没法爆杀 HM4 了，对吧？这没有 4K 100帧我可以理解，但 4K 50其实这块传感器是可以做到的，挤一挤就可以实现，但现在就没有。那如果你想拍摄 4K 50帧，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裁切，而且这个裁切也不小，直接给你变成了 APS-C 的画幅，这是我觉得这台相机最大的遗憾。虽然画质也还行，但是裁切就是裁切。那升格方面 ，S5 Mark II 1080P 最高支持180帧，但是和 S5 同样，在150帧和180帧的模式之下，你只能手动对焦，不能自动对焦。自动对焦就是 1080P 100帧，这是最大的限制。而且我们发现，在 SMQ 模式之下，对焦系统会变得不稳定一些。同样，我们拍摄 4K 50帧，你看，在 SMQ 模式之下，这个焦点明显慢了很多。所以，如果你日常使用的话，你就拍长速，可能是更保险的一个东西。那反倒是高感方面让我有点出乎意料，这次 S5 Mark II 同样拥有双原生 ISO， 分别是640和4000。那在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之中，这两个双原生 ISO 还是挺甜点的，很泛用。哪怕你把它推到12800的 ISO， 用4000的这个 base， 只要稍微加一点降噪，你会发现画面依旧是这样，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你可以把它拿来和 FX3 掰一掰手腕，虽然不一定掰得过，但是能和它掰手腕的相机本身也没有这么多，其实挺不错了。那动态范围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客观的评判，那只能说还算不错，在行业里面也算是优秀的。那我们将来会尝试把动态范围这个测试做得更量化一点，给你一个具体的档位，我们还在研究。那果冻控制方面，松下也一直做得非常不错，传感器的读出速度非常的快，只有21毫秒左右。那相比 HM4 的 26.8毫秒或者27毫秒 ，S5 Mark II 明显要好上不少。那这里有一组和 HM4 的对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所以总的来说 ，S5 Mark II 配合松下满血的 Vlog， 在画质上那确实很好，是这个微单体积里面的佼佼者。除了录制帧率上有一点缺失，会有点裁切，别的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机身方面，这次松下给 S5 Mark II 配备了主动散热的风扇。那一开始我都没有找到出风口在哪里，只有进风口，很奇怪。后来找了半天，发现就是这个 EVF 下面的这个位置，藏在 logo 下面。不得不说，这个设计还是挺巧妙的，在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过热的情况，这一点很不错。那接口上 S5 Mark II 用上了全尺寸的 HDMI， 但是它没有 RAW 外录的功能。那你想要外录，就需要购买额外的固件升级，或者是这个 S5 Mark II X。所以对于外录 ProRes RAW 这个功能吧，没有，总归有这么一点遗憾。虽然在前几年机内录制规格还很低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录它，但是现在我估计用外录的人也没有这么多。你会外录吗？你可以扣个1。但是有这个功能总归好一点，并不一定是所有人只想用 HDMI 来监看。那卡槽方面 ，S5 Mark II 只有2个 SD 卡槽，结合它的录制规格，那确实是够用了。但是现在 CF Express Type B 的卡越来越多，存储量也很大，价格也便宜了很多，甚至比有些 V90 的 SD 卡还要便宜。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松下稍微有这么一点欠妥，要是有一个 CFD 卡槽会好很多。电池上，这次 S5 Mark II 用的是和 GH6 一样的这个高电压电池，这个电池我还是很喜欢的，大概能用2个小时左右，本身也很稳定，续航也不错，同时它也支持通过 USB 来进行供电。松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吸引点，就是它的防抖，它其实一直做的很厉害，只不过之前被那太阴间的对焦给耽误了，导致我们很少这样去用它来拍 Vlog。那这里有一组和 FX3 对比，你看一下它的防抖，2台摄影机的防抖都开到最强，那 S5 Mark II 明显会更加稳定，这你直接看都行了。那另外，如果说你了解过的话，你会知道松下现在和大疆搞在一起做了一点很奇怪的东西，比如这套智能跟随系统。以前想要实现稳定器的智能跟随，你需要配合大疆的鹰眼图传才能够实现，还要把画面输进去，不是很可靠。但现在只需要跟 Type C 线就可以直接读取这个 S5 Mark II 的画面，然后来实现智能跟随，这整个使用体验好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对于单兵作战或者是 Vlog 来说，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总的来说，我觉得 S5 Mark II 是我最近褒奖最多的一台相机了，能吐槽的点真的不是很多。这是松下对于新的对焦系统的一次试水，当然还有很多需要优化的地方，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已经挺可用了。那反观这台相机本身，除了帧率上缺失，有一点小失望，别的你数一下。有了满血的 Vlog， 有了优秀的色彩科学，不错的防抖、果冻控制，所以可以期待一下松下接下来的旗舰相机会变成什么样。那留给松下时间其实也不多，2022年相机厂商推出的大多都是青春版的机型，那2023年我相信一定是各家厂商真正发力的一年。
那好了，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想下载样片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官网看一下，也记得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